修真界，灵骨定生死，血骨定贵贱。移山填海是手段，杀人夺宝是家常。我林怒，倒霉的穿成一个废灵根的孤儿，更倒霉的是，我被毒死了，还死了整整3天。可偏偏除了眼睛睁不开，听觉、触觉一样不少。现在还要被迫听着头顶这3个活人讨论我，造孽啊！你们快看快看，这人手臂上有花纹哎，一整片从手腕铺到肩膀，这不就是花臂纹身吗？好酷哦！纯色也讲究，你看这乌漆嘛黑的一圈，我记得师祖说过，外头有一种打扮叫哥特风。这位道友是个懂时髦的，那不是纹身，那是尸斑，是中毒死透了的人身上才起的尸斑。你们俩能不能读点书，有点常识啊？那嘴唇呢？唇色发黑也是中的毒。那这位哥特风道友，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啊？完了，我算看明白了，见到尸体的人智商越低，尸体的下场就越惨。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扛着我自己这具尸体，离这3个人越远越好。青池宗的宵小之辈，我找了你们3天，你们果然躲在这破地方。今日就叫你们仨死无葬身之地！来了一个标准大反派。听着吊眸这笑法，8成是个话多的。话多好啊，话多就意味着废话环节长。废话环节长，这3个智障就有时间扛着我跑路。对，宵小之辈，也敢在我清月面前大放厥词！二师兄，四师妹报名的时候为什么报我娘的名字啊？因为她娘叫梦萌，梦萌这名字往这儿一报，气势上就先输了。他总不能喊竟敢在我梦萌面前放厥词吧？哦，有道理。我郑重收回刚才那句，话多就有时间跑。这3个根本没打算跑，他们可能比那个铁牛还要耽误事。哎呦，这一下是真的有点痛的哦。好也，我那个脖子总往前弹的毛病，被他一巴掌给打回去了。这个人有点厉害哦。我感觉我的胯骨轴都给打歪了，3个一个不剩，全部躺到我边上来了。我太了解反派的工作流程了，等会儿他过来毁尸灭迹，绝对会顺手把我也当成一伙的，再补上几刀。我好不容易混了个全尸啊！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有道是子债父偿，这巨男尸躺着也是躺着。咱们现在就认他做爹，爹欠的债，铁牛总不好意思找儿女要吧？妙啊，二师兄！论谋略，这一块还得是你。啥？我的亲爹！爹，我的亲爹啊！爹，我的亲爹呀！走，都给我走！我林怒今年才20出头，我没有你们这种儿女。大师兄！大师兄来了！喜当爹的总时长3秒。大师兄，你有些特别的癖好，我们当弟弟妹妹的都能理解。可这一具，他都凉3天了，要不我去给你现捉一个新鲜的？闭嘴！他肉体虽毁，魂息却没散，魂魄离了体而已，捡回去，兴许还能救回来。扛回去，救不回来。我可是被灌了整整1瓶复丹水的人，尸体都开始长斑了，这种情况还能救回来？我找。别慌别慌，我看看。哦，他这是得了白眼病，挺严重，滴2滴清盐水就好。滴哪儿？滴我眼里。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我看我还是别醒过来了。给我活过来啊你！我不想醒，我太清楚了，醒过来要面对的未来，不会比这4张脸光明到哪儿去。可是我的人中真的好痛啊！这哪是掐人中，这是要把我人中掐穿啊 ！What are you 干啥嘞？我刚才极度愤怒之下说了中英结合语，哟，他真的活了耶！你们看，随便在外头捡个人回来是不会被灭门的。师祖就是大惊小怪。对了，道友，你是怎么死的呀？我捡了个人回家，然后我们全村被屠了，灭了门。巧合罢了，我们随便捡的人，怎么可能就屠人家满门呢？我们村当年也是随便捡了个人回来。这个世界捡人有风险，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我知道更挠的环节来了，他们要开始安慰我了。道友，凡事往好处想。你被灭门之前，好歹还有过爹娘，享受过天伦之乐。这世上有些人呐，没出生就已经没了爹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我是个孤儿，从小被村里人你一口我一口一起拉扯大的。孤儿也无甚不好，人这一生本就不必执着于亲缘，牵挂越少，道心越纯，反而越利于修炼。往后那丹被人用毒化掉了，我这辈子修不了了。畜生！大师兄你个畜生！人家都这样了，你还抽他大嘴巴子！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一屋子人，没有一个是来安慰我的，他们一个个的都是来给我收尸的。好家伙，我这是上线就送4连击，这位想必就是他们的师尊了，声称的这般清冷金贵，眉眼跟画里描出来似的。可这一手仙人的力道，怎么跟拆迁队队长似的？看你这模样，应当没见过我。我叫云鸦。云鸦，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云鸦起万鸟王，克天宗无常人，进德门仙鬼剧。您是那位云鸦仙师，这里是克天宗。是的哦，你面前这位就是我们师尊云鸦仙师哦。仙师，求您把我收下吧！只要你肯收我，要我做什么都行，扫地、喂鸟、给同门当沙包，我全干。克天宗，云鸦仙师，这可是连仙带鬼都怕的地方。我要是能进这道门，那个想弄死我的朱薰儿还敢追到这儿来吗？仙师，你不知道外头有人要弄死我，我不想再被吴越那帮人打成一颗潮汕肉糜啊！我这条命是用复活卷轴换回来的，那卷轴已经用掉了。我现在求您发发慈悲，再给我一张无限复活卡呀！说话呀，收还是不收？您倒是给我个准话啊！有戏。我克天宗不养闲人，你想留下可以。让我捋一捋，克天宗这宗门的排名，连修真界10大宗门都挤不进去。可偏偏整个修真界提起克天宗3个字，没有一个修士不腿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里有他云妖，1年筑基，2年金丹，20岁，一招就打败了当时的天下第一。22岁那年，他走火入魔，闭关3年，出关之后就落下了封魔和清明2种状态。封魔时天下无敌，可惜只能撑1个时辰，时辰一过，连个金丹修士都打不过。据说那一场走火入魔，连他的心性都一并练坏了。总结，这是一位我惹不起也绝对跑不掉的主。对了，你们当初在荒坡不是自称青池宗的吗？怎么一回宗门就成克天宗了？出门在外嘛，脑子可以没有，但嫁祸他人这门本事必须得有。报青池宗的名号，是怕万一打输了，抽结到别家头上去。懂了，专业对口。当年我也是报错了一个名号，
把我自己给爆死的。机会只有一次，我决定拿出我穿越之前混职场最拿手的本事面试。仙师，贵宗历史悠久，威名远播，发展前景广阔，理念极其先进。在下虽不才，但吃苦耐劳，愿从基层做起。我没说要收你。仙师慧眼如炬，也正因为贵宗如此求贤若渴，才更需要在下这样。我也没说不收你。说得对，事在人为，前途未定，在下定当全力以赴，不负。看你表现。哇，会变脸！这一手要是拿去街头摆摊，川剧团那帮变脸的老师傅得连夜赶来给他磕头拜师。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对我说脏，我是会弄死你的哦。你温柔，你善良，你那双眼眸真漂亮，哇 ，beautiful！ 你的仇人叫什么名字？无元宗，浮云仙师门下朱静儿，他变脸了，这次不是装的，推断克天宗和无元宗之间有故事。一个看我不爽的师尊，加一个被我恨的仇家，这买卖没准能成。详细说说你的过去吧。我这具身体的原主是个孤儿，根骨其实极好。当年村里好心收留过那个落难的少年，原主待他不薄。后来无元宗下山选徒，把那少年接走了，他就叫朱安儿。朱安儿带着人来灭了村里所有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是在他被人接走的时候才穿越到原主身体。洛阳没要我的命，要我命的是追到崖底的那群天元宗弟子，和他们撬开我的嘴，灌进去的那瓶腐丹水。人都死了，还吓着师弟。死得好，留他活着，师弟心里总归不安生。我到死都没想明白一件事，朱安儿他究竟在不安什么？他身上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能让他宁可血洗一整座村子，也要把所有知情的人灭口？不要脸！这个朱安儿简直不是人！人家好心收留他，他长大了倒回头来灭人满门，还第一大宗呢。我看是净收些没良心的破烂。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平日里一个个比拱朝天，哼，背地里干的事儿，连猪狗都不如。等会儿，按照小说套路，这种龙套配角，不都应该无脑站在天才主角那一边吗？我才随口讲了一遍，他们就全信了，还气成这样。万一我是为了自己的仇编故事骗他们呢？行了，你这个我可以收，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他们说的确实有道理，你为何不去寻破邪宗？他们最讲一个正气，最是厌重心性恶毒的修士。你去寻他们要公道，可比跟了我好得多。毕竟你自己也看见了，我这手底下可没产出过什么好货色。这一道考题选错了，立刻被赶出门。回禀仙师，破邪宗他们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好，回答得很好。1个月之内重新修出一颗真内丹，我便收你做我克天宗第5个亲传王。1个月练出内丹，原主当年跟痴傻人打坐了整整5年才修出来，1个月，这跟让树懒送外卖有什么区别？好家伙，绩效考核没通过，还附赠一条龙的尸体回收服务。师尊，您就收了他吧。您想想，他骗我们仨能图什么？图我们身上这点穷酸味儿？就是能编出捡个人就被屠春灭门这种丧气故事的人，那是真惨。要是说谎，谁不往好听了编呀？所以师尊，他说的多半是真的。这套逻辑荒谬，但是我居然1个字都驳不倒。你既要在此处待上1个月，少不得要同我4个徒弟接触，先认认人。黎墨，我的2徒弟，筑基期3阶，除大师兄外，他修为最高，有不懂的可以问他。他现在在研究双袖，他父亲出自合缓宗。合缓宗玩这么野的吗？师弟你好。二师兄留步，我以前是个社畜，更习惯单修，喜欢那种没日没夜苦干，一眼望不到头，攒的工资没时间花，看了看存款5毛8的日子。哼，池云然，3师兄阴修，我收他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根骨不凡。师尊懂我这根骨。池家是袖珍界财力最雄厚的家族，他是池家这一辈唯一的根。原来是走后门，有道理。唐谷4师妹筑基1阶，剑修兼修药，是他娘当年抱来塞给我的。我当时以为是个小男娃，掀开襁褓的时候没看清，就带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是他拉了一裤兜，天气太冷给冻硬了，
我看差了，我是不乐意捡女娃娃的，挨打又不好打，好打太重，不像男娃娃，轻易不会被打死。师尊，现在打不死了。确实打不死。师尊，把头去了，不就能拔出来了？这一对师徒配合的未免太好了一点。大师兄，百里无华今日有事不在，他修为最高，金丹2境，他是无缘宗百里营的弟弟，他是在被他兄长追杀时我救回来的。百里营，无缘宗那个被全修真界捧上天天选之子，本书最大反派第一男主，他的亲弟弟竟跑到死对头克天宗来当了大师兄。这2座宗门本来就是仇家，这里头水深得很。行了，你休息吧。对了，我克天宗门规禁止同门相恋，你若进了我门下，便要谨记。先生放心，我这一颗心全部在修炼跟报仇上，绝无半点非分之想。再说了，我也绝对对师尊您这样清冷金贵的男子生出任何不该有的念头。我就是死，就是去跟人对食，我也不搞。把话说死，趁早把调戏师尊这条死罪从我的罪名单子上划掉。男子，是谁告诉你我是个男的？等一下，我这一位威震修真界清冷金贵的师尊，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怎会如此啊？虽然师尊还没正式收你为弟子，不过这间厢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先住着凑合啦。我靠，我怎么憔悴的跟个恶鬼似的？不对，好像之前确实是变鬼了，还好被救回来了，算是鬼里逃生。等我洗漱收拾一番，又是一条顶尖好汉。师尊是女的，女扮男装，把整个修真界骗了几10年，而我在知道真相之前，当着他本人的面，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对他这样的男子动心。我等于亲口大圣，正式的把自己认证成了一个有眼无珠的睁眼瞎。以我这个视角来看，你们3位像3个因为天赋差，被家人抛弃没人爱，天天被师尊抽，半夜结伴来上吊的。嘘，伤人的话别说。林诺，我们3个想了半夜，关于如何让你快速重炼内丹这一事，我们有了一计。到底是一群20不到的少年，如此快便接受了我，还不惜浪费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要帮我。无真眼瞎，竟看不出尔等竟是4个如此大才之人！快，速速献上计来！很简单，我们去学习破邪宗，他们宗门里的每一个修士都极有救世济人的心性，他们的内丹是最烈也是最纯净的。我们装作5个乞丐混进去，在水里撒治之毒的药，然后夺了他们的内丹，拼成1颗，你吞下。拼丹啊！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虽如今是一介废材，可我绝对不可能去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就是死。开玩笑的啦，换个法子，我们打算下山猎杀1000头元婴期5阶灵兽，把他们的兽丹融合，再以至纯之火烧灼煞气，你吞吃。杀呀！还愣着做什么？现在就去！冲啊！他干嘛去？找什么吗？找死。开个玩笑还当真了呢。这么早就回来了？不认识路，师尊他很温柔的给我指了路。你脸上那一个拳头印记是怎么回事？管好你自己，不该你问的你别问。他真的很有心机。糟了，若这几个人知道我半夜跑去对师尊施美兰计，他们必然不再帮我了。林诺，他肯定是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故意把脸打肿，好让师尊看见他脸肉嘟嘟的，觉得他年纪小，起怜爱的心思，破格收他。天哪，他好聪明哦，我们怎么没想到呢？又错过了好多呢。是的，没错，我就是这样一个有心机有手段的人。我就说吧。对了，你们师尊他明明是个姑娘，为何要扮成男修这么多年？哎呀，师尊他受过情伤了。师尊他呀，早年一心扑在修炼上，常说无情才能得大道，有情只能得软肋。有一年他出去历练，明明一心修无情的他，竟爱上了一个温文尔雅、性子清冷的男人。他为那男人苦苦追求，嘴也不毒了，性子也正常了，甚至还洗手做了羹汤。那真的很爱了。可那狗贼，他根本就没把师尊放在心上，陪了师尊整整3年，为的就是师尊压箱底那一卷宝脸功法。功法到手那一日，他就凭空消失了，从此再没回来过。最毒男人心啊！打从那以后，师尊他就开始厌男了，因为厌男，
他连自己这一身女子皮也跟着一并验上了，索性披上的南仙师云鸦这一身皮当铠甲，再不以女子之相见外人。师尊他说，这一身皮穿上，便再也没人能从一个男人身上骗走任何东西。原来如此，我那一套美男尺方向就是错。练内丹之前，先测灵根，测准了才知道你该走哪条路修。都给我看好了！想当年末期少年，穷。灰色的，灰色是杂灵根，最下等、最垫底的那一种。我不服！杂灵根这一桩事，我躺不平，这一口气我咽不下去。原主当年跟着痴傻人打坐了整整5年才修出内丹，师尊给的只有1个月。这1个月里，我若不能让师尊高看一眼，便要被原样扛回荒坡。我决定再去求师尊一次，这一回不耍美男计了，我用真心，用诚意。师尊在写什么？写得这么入神，连唇角都翘起来了。徒弟，师尊现在统共就5个徒弟，前头4个，大师兄百里无华，二师兄离昧，三师兄池云然，四师姐唐谷，哪一个是废物人设啊？能让师尊当着面亲口盖章认证为废物的，整个柯天宗只有我一个。这一位威震袖珍界、令仙鬼皆惧的清冷师尊，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偷偷的专心致志的写他和我的画本。等会儿，这不就是磕 CP 吗？师尊他还在磕自己跟徒弟的 CP？ 这一座宗门从师尊到徒弟，没有一个是正常人。所以师尊他看起来再冰冷再君贵，骨子里也还是一个会偷偷写画本磕 CP 的姑娘。罢了，今日我还是不要去打扰师尊他磕这1个 CP 了。来，今日的盘口都听好了。第一项，师尊明日穿男装还是女装？猜男装零食翻2倍，猜女方零食翻5倍。第二项，大师兄3日之内会不会动手揍师尊？奖励照旧老规矩，零食3、7分。第三项，灵怒1个月之内练不练得出真内丹？算了，这一个不开了，一个头练得出的都没有，开了也是白开。行，师尊偷写画本，四师姐撕开督房，我灵怒一只手就攥住了2个天大的把柄，这笔买卖稳赚不赔。师尊，我今日来是想跟您谈一笔交易。你想说我写的画本和唐谷的赌方？您都知道？我是他们师尊，这一座宗门里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完了，这条路也堵死了。那我别的不求了，只求师尊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内丹好好的练出来。机会我可以给，明日测骨。测骨好啊，测骨是好事。万一我测出来一副好骨头，若是测出来你是一副废材之骨，那为师就当场一剑绞杀了你，也省得你这1个月白白受罪。行吧，明日要么逆天改命，要么原地去世，这一笔买卖刺激。已是杂灵根，你还想测出合骨？依我看，你也别测了，直接抬去骨灰铺称个2斤骨灰得了。师尊，您嘴下能不能留点情？我这一个人还没真正凉透呢。不，我要测。师尊，要不让他测一测骨吧？对啊，来都来了，也就浪费点时间嘛。师尊，您别这么无情凶巴巴的。不说就不说。师尊，他死过一次了，您就看在他命不该绝的份上，好歹别让他带着遗憾离开呀。师尊，你们3个的嗓子怎么回事？回师尊，昨天晚上我们3个在演武场绕着圈跑了整整10个时辰，放开嗓子喊林怒加油，喊的这3个傻子，他们嘴上天天嫌弃我、坑我、卖我，背地里竟然为了我把腿跑断，把嗓子喊哑。那便测吧，顺便吹吹风。你们的嗓子哑成这样，下界的老鸨贵魂就不会附在你们喉咙里了。云鸦仙师，我谢谢您。别怒，嗓子痒了就吃点腐丹水，别委屈了你自己。这个男子亲过的嘴就是毒。我没有。我准备好了，测骨吧。那便测吧。大概这就是被现实搓磨过后的成长吧。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刚才用余光瞄了一眼，师尊他腰间那一把剑已经出鞘3寸了。
哎呀，林诺，没事儿的，好歹你有灵根，比那些无法修炼的凡人可好得多。对呀，即便你不能留在这儿，我们以后可以下山去找你玩的嘛。是的，但月中不行。月中我在研究双修书法，除非你实在不行，你可以再去投个好胎。林诺，要不我求求师尊，让你留在克天宗当个外门，即便那朱剑儿也不敢来克天宗杀你啊。哎，这倒真是个好主意。对呀，林诺，我这就去色诱师尊，让师尊开个后门。看，金光，那不是灵根的光，那是血骨，他身上有血骨。我想起来了，这一个世界，灵根主攻击，血骨主防御，血骨分4等肉木金，而金血骨是顶级，500年都难出一个。一个人但凡身怀金血骨，便再没有人能从外部伤他分毫。这颜色，这是金的，是金血骨，是下品金血骨。一个最垫底的杂灵根，配一身金血骨，不管他般不般配，我管他上品下品。林诺，活下来了，我有救了！等等，下品张了，下品变高频了！高频金血骨，修真界足足200年没出过一个高频。又升级了。若是出了一个高频金血骨，我们门中非要敲锣打鼓在修真界炫耀个几天几夜，那是比钓鱼佬钓出20斤鲢鱼还要牛的存在啊！上品金血骨，再长。喂，到此为止吧，我自己都有点心慌了。极品金血骨，500年一遇。极品金血骨，我来翻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这一个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外部杀得死我林怒！都给我看清楚了吗？这就是天才，这就是逆天改命！一个捧场的都没有。行，没人捧，我自己捧。这个场子，我自己撑得住。罢了，一个杂灵根能扛着一身极品金血骨活到今天，也算是个奇货。内丹的事照旧，1个月。灵根主攻击血骨，主防御。你既身至极品金血骨，那么世间便绝对不可能有人能伤得了你了。金血骨已是世间难寻，林怒竟还是极品金血骨，这是何等的恐怖啊！林诺，从今日起便是修真界一颗活的不死的坦克。说出去，整个修真界都要得红眼病。门中若敲锣打鼓在修真界炫耀，那也是理所应当的。爽是真的爽，可等会儿，若我从今日起人人皆知是极品金血骨，那不对，这不对啊！四师姐，怎么了？林诺，你想过没有，当初要杀你的那一帮人，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特意去给你灌那一瓶负担水？一刀捅没多简单，一根麻绳掉了多省事，他们偏偏绕开了从外面动手这一条最省事的路，为什么？四师妹，你的意思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你身上有金血骨，从外面根本杀不了你。这意味着这一桩杀你的局绝不是临时起意，绝不是寻常仇人寻仇，有人提前查清了你身上的根骨。他们既然早就知道杀不死你，便只能换一个法子，下血本调一瓶腐丹水，从你身体内部把那一颗内丹活复化掉。这瓶腐丹水可金贵了，制作腐丹水必得用无缘宗独有的毒阴草与毒阳草一同淬炼，这2味毒草生长不易，非20年难成。除此之外，还需要3个金丹以上修士的内丹灼灵和心头血。耗费如此之多，就为了要一个杂灵根废物的命，他们不是蠢的，除非他们早就看出了林怒身负金血骨，在无法外力杀害林怒的状况下，只能以毒杀之。所以杀我根本不是临时起意，不是什么仇人寻仇，是有人提前查清了我这具身体的底细，知道我有金血骨，然后精心的、专门的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场必死的局。说起来，这朱安儿为何非要耗费如此多心力，就为了杀林怒一个废物？他与林怒又有何仇怨？二师兄，你有什么思路吗？我也不懂。
哎呀，还是不懂。算了算了，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对啊，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嘛，原因有那么重要吗？师尊，虽然林怒只是杂灵根，但您看他是极品金血骨。是啊，师尊，若是把林木放出去，我敢保证，人还没下山呢，就被人抢走了。那诛仙儿必然是已经盯上了林怒的金血骨。若再来一位腐蚀灵根的毒，林怒怕是再无转圜余地了。极品金血骨，整个修真界唯林怒再无第二个。若他再死一次，是整个修真界的遗憾。那便给你一个机会，留在我克天宗吧。但1个月内未练出内丹，便待在外门做个洒扫弟子。若1个月之内你能重修出内丹，你便可入我门下，做我第5个亲传弟子。哇，享受直说！师尊，他这不是为难人吗？他纵是极品金血骨又如何？一个杂灵根，他的修为永远只能止步于筑基期。便是有极品金血骨，也只能保证他不会被人从外面打死而已。这极品金血骨，也就只是相当于一层牛逼的护罩。若是无人护着，一壶腐丹水还是能要我的命。人是你们要收的，那祝他再练出内丹一事，便也由你们4个来相帮。对了，此事记得飞鸽你们师祖。师尊，为什么要？我说的是淬炼腐丹水一事，叫你们师祖好好敲打敲打。嘿，师祖出手，那朱儿和他几个狗腿子不得挨揍啊！嘿嘿，有好戏看了。确实该敲打敲打了。若善用腐丹水还不受罚，哼，那往后修真界看谁不爽，直接化了他内丹得了。林怒，你那一身极品金血骨，听说怎么打都打不死。我就轻轻的验证一下。别害羞嘛，小师弟。来，今天你就是叫破喉咙，我们也是要来，让我看看极品金血骨是不是真的打不死。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要……我无兴趣，你们随意。4个也行哦。你们站住！师尊还说了，这1个月是你们4个轮流带我特训的，跑什么跑？1个月重练内丹，倒计时现在开始。4个弟子轮流带林怒，抽签决定顺序。第1个是我。四师姐第1个，不急着修炼，先跟他套套近乎，挖点这一座宗门的情报。4师姐，正式特训之前，能不能先跟我讲讲你们那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师祖？师祖呀，跟你说一个秘密哦，师祖他也是个穿越者呢。果然，穿越者素来如此，必有牛逼的经历。那他是怎么在这世界发家的？话说师祖这一具身体穷啊，3天饿8顿，没办法，只能去摆摊赚钱。这一摆就是整整20年，穷到最后吃不起饭。师祖怒而一头撞在石头上，准备死了拉倒。后来呢？没想到啊，那一块石头竟然是师祖奶养的小狗的土堆。师祖没死成，又卖了自己的破马屋赔师祖奶。师祖奶也穷啊，两人一打不相识，一合计一起去创业了。他们卖了师祖奶的祖坟，抵押给了师祖奶家的仇人，拿了第1笔启动金包装自己，然后发展下线，再发展下线。最后一集给上一集3成，上一集再给上下集3成。传销。后来被关辖抓了，双双流放。流放路上带他俩误入丛林，他俩活了下来，因为太饿随地乱啃，竟误吃了一株仙草，又有一头濒死的逃往下界的仙兽，内丹给了他俩，1人1颗。出丛林时还碰上一位即将飞升的大能，莫名其妙把自己一身修为全渡给了他俩。唉，这一下两人不用修炼，直接有了灵根，一举进化神境界，还创立了克天宗，天天吃吃睡睡。因为太无趣，还结了道侣，双双归隐了。老天，
为何我林怒的命运如此凄惨？这世间机缘如此多，为何不能给我一份？有人凭摆摊，凭传销，凭路边啃野草，就稀里糊涂摸到了无上机缘。而我林怒被灌毒，被坠崖，仗尸斑，测出杂灵根，到现在命都还是借来的。这一个世道还讲不讲道理？极品精血骨，你要脸吗？好了，套近乎结束，特训开始。林怒，你现在面朝山下。然后呢？你看，内丹的形成乃是灵气汇聚浓缩，所以一张嘴吸入灵气的速度，怎么可能比得上2张嘴？所以，你告诉我，人该怎么从屁股吸收灵气？怎么就不能？你又没辟谷，怎么就不知道屁股不仅能出也能进的？就没有体面一点的方式吗？真麻烦，给你穿上。哼，修炼这种大事，仪式感是很重要的。好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戴上这一顶王冠，我无论再做什么事，都会显得很有格调。好了，现在开始闭眼，清除杂念，将灵气从2个口汇聚进体内，慢慢的在丹田处融合。3个周日后，将浑浊灵气吐出，再吸入灵气，再融合。3个周落后，吐出。有什么感觉？感觉你在摸我的肚子。唐古，你拿一只火把烤我的肚子干什么？催眠你的丹田，让它感受到滚烫，自以为自己正在形成内丹。林怒，你知道吗？你真的很较真。第一天，我的师姐正在用烤红薯的法子烤我。唐古的火把催熟丹田大法宣告失败之后，他没有气馁，他连夜开发出了第2套方案。这套方案名字很响亮，叫五花大绑出潜能。他的原话是：人被捆得越紧，丹田就越想挣脱，丹田一挣脱，潜能自然就出来了。我严重怀疑他这一整套修炼理论是从过年捆拉绳里头悟出来的。你们2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这山顶上玩这个。师兄，你想多了，我和你四师姐之间清清白白，什么也没有，我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哇！我不教了，这个废物我教不了，你们爱谁教谁教去。我好像无意之间给我们这位活泼开朗的四师姐留下了一辈子都好不了的心理阴影。四师妹的法子到底还是太温和了，捆一捆，烤一烤，这种小打小闹根本练不出你的内丹。接下来换我的法子比他有效的多。为什么三师兄越是笑得好看，我心里越是发毛？林怒，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道理：一个人到绝境，他身体的本能为了活命，自己就会聚出内丹。绝境？师兄，你说的这个绝境，具体是指什么样的绝境？比如说，别怕，你有精血骨，摔不死的。他说的一个字都没错，我林怒确实摔不死。我只是每一次落地，每一寸骨头都疼，疼到我开始认真的怀疑人生。爬上去，只要爬上去，我就能跟那个姓池的好好理论理论。师兄，谢谢你，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心里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良心的。再来一次吧，一次怎么够？为了你的内丹，加油！三师兄池云然，表面上乖巧可爱，人畜无害。我林怒现在郑重向全修真界宣布，好狗一个三师兄！
上药，等他爬上来给他敷一敷。四师妹，你不是说这个废物你不交了吗？我是不交他了，我只是路过。这药是我毒坊多出来的存货，搁着也是搁着烂掉。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这帮人前脚把我推下崖，后脚又偷偷给我备药。呸！林怒，别犯傻！他们备药是怕我真摔死了，没人给他们当傻白。可这药我要了。我林怒穿越之前是个每天对着电脑加班的正经社畜，穿越之后，我成了一个被一群同门当成皮球踢上踢下的废物。这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可越是这样，我越要活下去。我倒要看看我这条被人从崖上推下来800回的命，到底能不能给我自己争一口气。林怒，你慢慢爬，三师兄不急，三师兄在上面等你。我发誓，等我哪一天真的练成内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那一把瓜子连皮带壳一颗不少的给他元素塞回去。林怒，加油啊！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没有孩子，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哪来的孩子？哦，搞错，串台了。为了孩子，这一句三师兄本来是想等以后喊给二师兄听的。二师兄修了整整10年双修术，这一句加油词要是喊出去，估计能让他原地社会性死亡。林怒，不要放弃啊！吸气，呼气，快，看到头了。不好意思，三师兄又抄话本了。总之，吸收灵气啊，林怒。谢谢三师兄，三师兄这一号灵力的鼓励，我试用了。松口哦，你再不松口，三师兄就要开始锯你的门牙了。你不讲武德！师弟，修仙这一行本来就不讲武德呀。悟了，在这一座宗门，讲武德的人活不长。这到第几次了，我已经数不清了。我闭上眼，试着按他们教的去吸收天地灵气，可这一处崖底的灵气太浓太冲了，我没有内丹存放它。灵气一进我的身体，就在五脏六腑里横冲直撞，我感觉整个人都快要被从里面活活撑爆了。这哪是修炼，这分明是往气球里打气。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你连灵气要走的路都没修出来，就硬往身体里塞，只会把你自己活活撑死。大师兄，说一句心里话，这一刻他居然有那么一点点靠谱。在这一座宗门里待得久了，我都快要忘记一个正常人长什么样子了。乍一见，居然还有点想哭。奇怪，这一位大师兄明明最不爱搭理人，可每一回我快撑不住的时候，头一个落到我身边的偏偏是他。大师兄，我问您个事儿，您为什么帮我？你是师尊要收的人，那要是师尊最后不收我呢？我看过你被推下崖，1次2次10几次，每一次你都自己一声不吭地爬了上来。我百里无华这一辈子最看不得的就是一个不肯认命的人，身边没有一只手肯拉他一把。我忽然有点明白，师尊为什么专挑这种浑身是病的人收进门。他们每一个都是在没人拉的时候，自己从崖底一寸一寸爬上来的。灵气进得来却聚不聚，是因为你心里没有一条让他走的路。我教你一条捷径，能让那一股乱撞的灵气自己找到丹田。什么捷径？很简单，你用灵气攻击我。攻击大师兄？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灵气，连给您挠个痒痒都不够格。是，我懂了。灵气在我体内找不到出口，所以乱撞。可一旦我心里有了一个攻击他的明确念头，灵气就有了要去的方向。有了方向，他就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大师兄，感觉来了。不好意思，跑太快了，体内的灵气只能用这种方法出来了。我感觉明明来了，可最后从嘴里出来的是一个嗝。力道加一成，边逃边吸灵气。逃是为了求生，
一个人在求生的时候，吸灵气最快。于是我的特训正式升级成了被大师兄拿一根鞭子追着抽，从太阳刚刚升起，一直收到太阳落山。你抽我肚子干什么？我的丹田又不长在肚子上，您这一条鞭子专门挑我最嫩的地方招呼。有道理。我看您这一条鞭子，干脆改个名儿，就叫老抽算了。随你叫。大师兄，轻一点吧，有内丹都给您打散了。不是您自己的肚子，您不心疼是吗？你不是极品金血骨吗？你又不会被打死。这话是人的嘴巴里能讲出来的吗？今日就到这里吧，明日再继续。一整天下来，灵气没吸进去多少。唉，倒是被这一位老抽大师兄抽出了一身色彩相当丰富的鞭痕。师尊，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百里无华，下手没轻没重。大师兄那是恨铁不成钢，是为我好。无余的，自己抹。明早还要继续。我数了数，今天唐谷偷偷给我留了伤药。这会儿师尊又丢给我一瓶。这一座宗门，白天一个个往死里整我，到了夜里又一个个偷偷摸摸的给我递药。我林诺穿越两世，这还是头一回被人这样放在心上惦记着。滚！轮到我了。既然我生来就是要被抽的，给谁抽不是抽？来吧，抽我吧！哎呀，林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怎么会打人呢？这种暴力的方式是不可能养出内丹的。二师兄，我郑重提醒一下，我是个男的。二师兄修的是神识层面的事。二师兄的神识进入你的识海，带着你一起运转灵力，事半功倍。听起来好像还挺正经的，这会不会真是个捷径？不要怕，初次神交，你一定会得到最妙的体验。林怒，这种感觉你一定会爱的无法自拔。真的吗？我不信。你在欲擒故纵。你的金血骨怎么连神识都能护着？你早就猜到会这样。那师尊不是说过了吗？极品金血骨可以抵御一切外界伤害。您的神识入侵，他能愿意？二师兄口口声声说自己修了整整10年的双修术，可我现在在严重怀疑，他连这扇门是往哪边开的都没摸清楚过。林诺，我被你的金血骨打成这副熊样的事，你千万别告诉他们。二师兄，您放100个心，我林怒这个人别的不敢说，这一张嘴是全柯天宗最严实的。明天一早，全宗门连那一匹马都会知道。从昨日的教训来看，传统的方法显然对你是没有用的。四师姐，你真的觉得你的修丹方式很传统吗？我就是这样修出的内丹。难怪四师姐你10年都修不出内丹。好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讲话别太不是人。我的想法是，既然外息不行，咱们何不食补呢？哦，说说看。以形补形，这是一颗离火鸟蛋，吃下去能帮你聚火气、凝内丹。四师姐，这颗蛋怎么是温热的？上头怎么还沾着点黄黄的？哦，你说那个呀？那颗蛋是我刚刚从离火鸟的屁股底下掏出来的，没洗，所以那一个味儿绝对正宗，绝对新鲜。你放心吃。为了内丹，为了活命，为了给我满村的人报仇，这一口我忍。这味道正啊！哎呀，也没啥秘诀，10味绝对正的啦。烧！我肚子里在烧啊！这一团火把我的5脏6腑烧得快熟透了。这一颗离火蛋是从我嘴里进的，
极品金血骨，根本没法阻止。这种痛，比那一日被灌入腐丹水好不了多少。哎呀，林怒，你别滚了！你越滚，这火气窜得越快。那，你倒是想个办法呀！有了，以毒攻毒。别，四师姐，我求你了，再来一颗，我林怒真的要原地火化了。哦，那我去喊三师兄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一座宗门治病的思路从头到尾只有一条：加大剂量。他去喊池云然了，我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三师兄的办法只会比四师姐的更离谱。糊涂啊！你怎么回事？离火鸟蛋的火性那么烈，你连洗都不洗，连处理都不处理，就直接喂给他。三师兄，现在怎么办呀？别急，我有办法。想必你听说了，我是一个阴修，我将用音律之道来安抚你体内的火气、不安的灵魂。那一道唢呐的声音，像一整间教室的人同时吃坏了肚子，此起彼伏的哔吧哔吧，噗噗噗噗，像广播里应景的循环播放着。红嫁衣像校长踩着一双穿了80个铃铛的高跟鞋，从走廊那一头狂奔过来，还向班主任在我面前原地炸成了一朵烟花。这样美的意境，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画本里一个身世凄惨的柔弱王妃。我此刻的处境是，肚子里是离火在烧，耳朵里是唢呐丧乐在轰炸，眼前还有人一边给我撒纸，一边跳着热舞。我林怒必须在此郑重地提出一个疑问：会吹一支唢呐，在这一座宗门居然就能算作阴修了？师尊，您这一座宗门的门槛是不是真的该往上狠狠地提一提了？腹部灼烧感越来越强烈，烤得快发疯似的疼，感觉自己这一回可能真的要嘎了。原来这样冰冷的人，还有如此温热的肠，跟常人一样的温度吗？原来我不应该以面试人心。大师兄，我就知道，这一个宗门里，总归还是有一个有人性的。这是什么？离火鸟的蛋，人性。我是收回这一个宗门，一个窝里是真的长不出人来。吸灵气，你要是不肯主动吸，我就再喂你一颗。你体内先有离火，后又被逼着吸进了灵气，火与灵气两相冲撞，是要炸的。你要做的不是去硬压它们，而是吸入灵气，吐出浑浊灵气，再吸入灵气，再吐出。浑浊灵气如同烧灶，旧柴出去，新柴加入，那一团火便会更加旺盛。好疼！吐出浑浊灵气，再吸入，再吐出。现在把你体内的离火与灵气全数聚集在丹田处，挤压，然后用吐出灵气的方法吐出离火。成了，没有彻底成。用离火鸟蛋里的离火灼烧灵气里的浊气，只能暂时让至纯灵气堆积在你丹田，但这并不算稳。若一个不小心，还是会散去。但你也算得运气，你是杂灵根，虽灵根等阶极低，但有一点好处，你灵根杂，却水、火、雷、土皆可吸收。杂灵根亦可修成大才，你别急着妄自菲薄。天崩开局，我林怒手里这一把牌烂得不能再烂了。可那又怎样？我偏要从这一手烂得不能再烂的牌里，给自己硬生生抠出一条活路来。哟，还真拧出来了，就这么一小团，比三师兄当年拧的小多了。
也比二师兄的小一圈。我林怒1个月之前还是一具被人丢在路边的，你们几个现在凑过来跟我比内丹大小，莫要妄自菲薄啊，林诺，你有灵根，又快修出了内丹，还是极品金血骨，如何就不如那诛仙儿？受的苦总会化作报的福的。不对，林诺，你一个杂灵根，从一具凉透的1个月就凝出了带内丹的雏形，这速度不是慢，是快得吓人。他们察觉到了，我这一具身体里藏着的东西，怕是不止一身金血骨那么简单。大师兄，师尊有令，命你们5人即刻下山。此次下山任务详情如何？回禀师兄，阿良村出现了邪祟。邪祟！我林怒，一个刚刚才长出巴掌大一团带内丹雏形的废物，现在要被派去跟邪祟打交道了。这一个宗门是真的从头到尾没把我的命当成过命。师尊，下界一座小村出邪祟，为何不找其他大宗门？克天宗在修真界10大宗里可排不上话啊。因为我们克天宗收费最低啦，那些10大宗跟800辈子没见过钱似的。哼，叫他们帮忙收一个1阶小邪祟1万两银子。收费高也就罢了，姿态还摆得高人一等。凡人若是多问一句，便是被吃骂无知愚昧。天元宗这群人简直不要脸，收费比其他宗门高2倍，回还迟许多日才过去，生等到下界凡人都死了人，才一副装得要死的模样赶到，去了吃也就罢了，还敷衍了事，次次治标不治本。只是把那邪祟驱逐了事，没多久，那邪祟便会回去，再次扰民，把他们蒙个麻袋打一顿，就老实了。好主意啊！下次咱们就这么干。以你们的修为，被套麻袋的很可能是你们。下山办差，单纯除一个邪祟，太亏了。我得想一个法子，顺手把天元宗也一块算计进来。我有一个一石二鸟的绝妙主意。假如花灵石去买通第2大宗、第3大宗的人去打天元宗，然后在他们殴打完之后，把被雇佣者的脸暴露给天元宗，那样3大宗门就打起来了。咱们克天宗再捡漏，坐收渔翁之利。用这种法子，咱们一点点铲除其余7大宗，咱们不就能坐上第1大宗的位置吗？妙！林诺，你这个脑子怎么长的？你要是不加入我们克天宗，当真是我们克天宗的一大损失啊！你这一身算计的脑子用在正道上，可惜了。大师兄这一句话，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我一个字都听不出来。几位仙师，可算把你们盼来了。我们阿亮村已经夜夜不得安宁了。这事儿说起来也玄乎，咱们这儿也不知道遭了什么祸事，村民们每天夜里都在做梦。做梦呢，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常常做梦，梦见师尊穿一身大红女裙，还问我要不要练胸肌。那我的梦比四师妹的正经。我经常梦见师尊真的成了男子，还问我他喉结性不性感。我的梦更深奥，师尊他……你们3个是不是有病？不是仙师们这种梦，是同一个梦。我们全村的人夜夜都做同一个梦。哦，说说看。梦里头有一个穿红袄的女子，她没有头，她就站在村口那一座桥上，一遍又一遍的找东西。找什么东西？找粮。她像一个饿死的鬼，在挨家挨户的讨粮。他撒谎了。就在他说出找粮这2个字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飘了。这一座村子藏着一件天大的事。咱们几个老的女娃子老婆子的不要紧，那些年轻小伙子和男娃娃可不能出事，村里以后还得靠他们攒香火嘞。死老头，你巴巴什么呢？就你们男人的命金贵是吧？香火香个锤子你香！这一把香火继承你们什么？老破屋还是你家尿壶？老了不要紧，你死去啊！你！我什么？我是女娃娃又怎么样？你还能打得过我？我一拳头下去，
你这一把老骨头都凑不出你小时候的大小。哎呀，你们咋欺负我家老头呢？你女娃娃怎么这么不知道敬敬长辈的呀？呸！给你们脸叫你们老头老太，不给你们脸叫你们滚蛋！走走走，这样的村子没什么好救的。估摸着梦里那一位姑娘也是被这村长气死的，咱们不必管。大师兄，您看这一家一户门上的符，镇魂符，家家都贴。他们怕的不是什么没影的邪祟，是一个具体的魂。这一座村子穷得叮当响，可你们看这井水，这一条河养出来的鱼，一条比一条肥。鱼肥人穷，门上贴满镇魂符，村口还立着一座没头女鬼夜夜哭的桥，一座连狗都不敢叫的村子，一盒肥得反常的鱼，一桩全村齐齐捂着的旧事。这一座村子每一处都透着不对劲，咱们脚底下踩着的是一层盖了很久很厚的土。这一个村长一看就有鬼，师尊派咱们来除邪祟，我看那邪祟在不在另说。这一座村子里的活人先就不干净，要不咱们今晚自己进那一个梦里去看一看。今夜入梦，一座全村人都做着同一个梦的村子，一个连村长都要张口撒谎去遮掩的邪祟。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这一个梦的背后埋着的不是什么鬼，是人。这一个屋子不会有人来了吧？放心吧，一路过来我悄悄观察过，这一间屋子是堆茂草的，绝对没有村民会过来。那村长绝对有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一座村子里根本没有粮食被烧过的痕迹，足以证明老头说为了安抚梦中女子要粮的事是假的。那不要粮要的是什么？照村长所说的情况来看，这要么是不甘的女鬼，要么是梦妖。不会是梦妖，梦妖以吸食梦境而生，通常状况下他们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欲念去给他们造不同的梦，然后让他们在沉醉于梦境里时吸食他们的欲望。被吸食掉欲望的人，精神气也会被吸收掉，额间会有黑气。我观那一群村民，除了疲惫之外，额头并没有出现黑气。那一个老头绝对隐瞒了我们什么，要不要把他抓过来拷问？我去抓，我最擅长了。好，就这么办。最好想清楚再动手。知道了知道了，真没意思。咱们只能睡了，要弄清楚真相只有一个法子，咱们自己进那一个梦。只要入睡，神识自会被那一股执念嵌入梦域。都躺下。成了，这就是全村人日夜深陷的梦境。梦是假的，可困住全村人的怨气是真的。这些都是全村人的脚印，全部朝着村口石桥的方向。全村人夜夜被拖入这个梦境，被引到石桥前，并非有人在寻物，是有人夜夜拖转全村人，逼迫他们看着自己一遍遍回答一个无人敢答的问题。冷静，林弄，保持镇定。你自己都当过整整3天的尸体，不过是个无头女子，没什么可怕的。娘，阿娘，他在找娘，村长心里有鬼，故意将找娘听成找粮，一字之差，瞒过全村，将错就错。他寻娘，那我便假扮他的娘。娘在这儿呢，过来，到娘这儿来，娘抱抱你。女儿，你头呢？是被渣男骗了吗？这么下头。我的头呢？你的头快被自己夹爆了。啊，找到了。娘，是娘吗？是的，是娘，娘来了。是娘啊，是娘啊！冷静，林怒，保持镇定，没什么好怕的，没事没事。娘啊，你怎么在这里？在找什么吗？
找你爹。找爹干什么？爹会打我。爹不是被娘打碎了喂鱼了吗？所以你爹现在成了一条妖娆的美人鱼了。哦，你怎么长这样了？刚死的，换了一个皮，不好看吗？你真的是我娘吗？稳住，林怒，稳住，表情管理千万不能崩。只要他信我，我就能从他嘴里套出这座村子的真相。娘，你看着我，你现在还认得你的女儿吗？当然记得，娘最疼最疼的女儿，娘怎么会不记得？你是娘最乖最乖的女儿，娘最喜欢你了。我林怒活了2辈子，从来没有抱过这么个人、这么瘆人的东西。一想到肩膀靠着这张恐怖的脸，我几乎害怕的想哭。哎呀，我的女儿啊，我可怜的女儿啊！豁出去了，罢了。为了套出真相，我林怒今天豁出去了。乖女儿，娘问你，当年是谁把咱们娘儿俩分开的？是村里人，好多好多村里人，他们手里都拿着锄头。那带头的是谁？我记不清了，娘，我好困，他们的脸我都记不清了。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散，像被水泡过的画作，有人在偷偷抹去他的记忆。一个连仇人样貌都记不住的厉鬼，如何报仇？我必须抓紧时间，趁他尚且清醒，挖出所有真相。母亲，女儿现在好看吗？不好看，丑，不爱看，你千万别让我看。糟了，一时口快说错话了。天底下没有哪个母亲会这样嫌弃自己的亲女儿。此刻本该含泪安抚，夸赞她好看，可我实在夸不出口。她这副模样太过骇人，足以让人连日做噩梦。娘，你嫌弃我，你不是我娘，你不是我娘。我的女儿是最漂亮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把你弄成了这样？村里的人都不是东西，一定是他们欺负你，你才不敢回家，找不到娘，对不对？娘很想你。你不是我的娘。他看穿我的身份了，不过无妨，我的金血骨在这梦雨中依旧能护我周全，他伤不了我。我知道你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娘没你这么丑。我本想杀你，可你身上有东西护体，我伤不了你。哦，你帮我找到我娘。你娘在哪里？不知道。那你娘叫什么？不知道，她不像你这般聒噪，不爱说话。那你娘长什么样子啊？比你好看。你身上有东西护着，我伤不了你。你帮我找到我娘，我就把我娘的遗物追火赤珠送给你。成交。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和你娘到底经历了什么？你还记得什么？不记得了。不过娘的东西我还记得一样，另一半在我娘身上。她说等凑齐了就给我挂上。我知道了。你是我的娘吗？他连我这张用来欺骗他的脸都记不住了，确实有人在偷偷窃取他的记忆。阿娘，女儿等阿娘来接女儿。真是可怜，一个做娘的想给女儿挂一把长命锁，一个做女儿的等着那半枚锁。结果这一对母女，一个被埋进土里，一个被困在了桥上，连那一把锁都没能凑齐。大家都梦见了什么？我梦见了一个没头的女人。然后呢？她一直在找羊，我咩了2声，朝她走过去，她直接把我惊醒了。她是不是以为我在挑衅她？他哪是找羊，他是在找娘。啊，这样啊，那我服了。三师兄呢？梦见了什么？我给他吹了师祖教我的安魂往生曲，曲子叫《今天是个好日子》。吹唢呐讲究吹动结合，我边吹边跳，扭动腰肢。结果他问我为什么挑衅他，直接锁我的喉，把我惊醒了。二师兄呢？我把他的头安了回去，他很感激我，还让我帮他找娘。我问他爹不行吗？见他情绪激动，我便说他娘不在了，我可以给他找个后妈。结果他不仅不讲情理，直接伸手掏我的心脏。那他确实很没礼貌。大师兄，您呢？
我开口问他话，他一言不发，只一遍遍喊我娘。我身为男子，实在不堪此等冒犯。是的，没错。我本想开口安慰他，他全然不顾男女有路，直接抱住我，靠在我胸口，举止十分失礼。懂了，理解，此胸很大。回到正题，诸位入梦都看见了什么记忆碎片？余娘给我看了几个模糊的画面，其中一个是秋天，漫山遍野的枫叶，红得刺眼。那不是枫叶，魂魄的记忆会随时间被美化篡改。他记忆里的那片红是雪。我还看见一群人在田里除草，那也不是除草，是一群人围在一起，手持锄头围杀他的母亲。一个女人被全村人围杀致死，整座村子，包括撒谎的村长，都在联手掩盖这场惨案。想要找到余娘的母亲，必须先查清这座村子的底细，而带头之人是村长。那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余娘的母亲是惨死的，但这件事村里众人定然抱团，不会向我们吐露实情。村落大多都是如此，民众抱团极强，行善时同心同德，作恶时也会抱团遮掩。人心龌龊的罪孽，众人便会一同掩埋。少数人的恶行，最终会变成全村人的罪责。说不定余娘也是死于那老者之手。我推测，他母亲发现女儿死因蹊跷，与村里人有关。上门讨要说法，被众人一并灭口。那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他母亲的尸骨？他母亲的尸骨应该不在岸上，我们要去水中寻找。何以见得？若是尸骨在岸上，我们早已搜寻到了。民间有传言，水鬼难以投胎，无法上岸，只能找寻替死鬼。余娘感知不到母亲的气息，正是因为尸身被河水阻隔。而且余娘一直徘徊在桥上，一定是母亲的执念困住了她，所以她始终不肯离去。所以，我们要去那座桥下寻找尸骨。这些鸡为什么放在屋外，还被砍去了一只脚，剩下的脚还绑着红布？鸡不是有4只脚的吗？晋升，下水。余娘的执念被困在桥上，她母亲的尸骨十有八九沉在这座桥下的河底淤泥里。找到尸骨，案子就能破一半。砸，使劲砸！别让这些外来的仙师坏了我们的事儿！什么仙人，给点面子就自以为是，下死手，一个都别留！死了，全都被砸死了。什么仙师，还不是轻易就沉底了？走，回去告诉村长，那几个外来的人已经没了。我林怒活了2辈子，见过鬼怪，也亲身历过生死，可直到此刻沉在河底，听着头顶的笑声，才真正明白，很多时候人心比鬼怪更可怕。他们居然拿石头砸我们，差点把我们当场砸死！一群凡人砸5个修士，还砸得那么开心。破相了，破相了！以后还怎么找人双修啊？大家先别吵，先回答我，到底是哪个龟儿子扛着我挨砸的？说，到底是谁？说话呀！他先说。我也不知道。你先说。问他是不是我不发货，你们就当我是撒子啊？拿我当石头，你们还有点人性吗？可是你是极品金血骨，你又不会被打死。好了，不闹了。他们以为我们死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你以为我们死了？死了？大师兄，他们既然笑着把我们5个砸死，那咱们就做从河里爬上来的水鬼，挨家挨户给他们送一送余良母亲的问候。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有谁见过我女儿余娘？我的余娘啊！他们砸我们的时候，可没半点手软，笑得那叫一个欢。今夜就让他们一个个缩在被窝里，好好感受一下恐惧。你在哪儿？余娘！你在哪儿？余娘！余娘！余娘在哪儿？回来了！他回来了！余娘他娘回来索命了！
鱼上钩了。慌什么？不过是几个外来的仙师扮鬼吓人而已。咱们阿良村几十口人，还怕他们几个不成？当年的事，是不是要遭报应了？我昨夜门口也出现了一滩水渍，摆一座困魂阵，让他永生永世魂飞魄散，不得超生，再也哭不出来。他们之前竟然活活打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都死了这么多年，他们还要刨出她的尸骨布阵镇压，让她连做个安稳孤魂也都不配。这些人究竟是恶毒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只敢杀人，还要压住使人，不让逝者有半分喊晕的机会。他们连他死了都不肯放过他。这种符纸是镇魂的，这种朱砂线是锁魄的。这座小小的坟被人用尽手段，里3层外3层死死封住，一群活人怕一个被他们亲手害死的路人，怕到连一捧骨灰都要镇住。可笑！他是被人活活烧死的，临死还蜷成这个样子，像是还想护着什么。一个女人，她到底是做了什么，要被这样对待？她什么都没做，她只是生了一个女儿，又拼了命护了那个女儿。在这个村子里，生女儿、护女儿，就是死罪。大师兄，我想不明白，当年他救人，他护自己的女儿，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凭什么一个做对事的人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因为在阿辽村，对和错早就被他们掉了个个。救人是罪，卖女儿是常理，一村子的人都认了，那错的反倒成了他一个人的。我穿越之前总听人说一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阿辽村就是一场捂了很多年的雪崩。而这一对母女是唯一2片想往反方向飞的雪花，所以他们被整座雪山活活压碎了。活着的时候，余娘母女被村里的人赶到了这荒山野岭，死了之后还被挖出来分开镇压。我们能做的不多，今天至少能让他们娘儿俩重新葬在一块儿。这一回，再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师尊派我们来除邪祟，可如今我看这村子里的那些活人，他们才更像邪祟。邪祟害人那是天性，是他生来如此，由不得他。可这村子里的人害人，是明明知道那是恶，却还要红着眼争先恐后的去做，所以这一笔账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今夜动手吧。大师兄，你要阻止师弟，他们做了这般龌龊事，你还要护着这群人？不，我只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怎么会没这么简单？事实就摆在眼前，分明是村民杀害了那对母女，余娘怨念不散，化为邪祟，夜夜警示他们的卑劣恶毒。大师兄，你是不是不忍心杀他们？你不动手，我来。大师兄，你忘了师祖的教诲，咱们克天宗不讲究因果报应，不介入旁人世俗因果，只守自己心中的道。有错之人不必心慈手软，无论凡人修士，违背正道，杀之即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宗门规训，可我偏偏无比喜欢这般行事反侧。余良的魂魄不对劲。放过我吧，不关我事儿啊！都是他们，都是他们！那个眼神我认得，是余娘她娘，当年被我们围住，临逝前看我们的眼神，是她。余娘她娘回来索命了。不是我，刚才不是我的手不听使唤，我什么都没做。余娘，是不是鱼啊？余娘，是不是鱼啊？余娘她娘的冤魂附了村长媳妇的身，当年全村人都参与了行凶，这笔债本该由他们逐一偿还。冤有头，债有主，当年动手的人一个都跑不掉。打探清楚了，是余娘她娘附身了村长媳妇儿。那
我们还要对付村民吗？事情都变成这样，没必要再插手了吧？余娘母亲亲自回来为女儿报仇，也算因果报应。我们再插手反倒多余。是啊，我们没必要过度干预，白白打乱他们母女的复仇，太过不妥。别装了，你们根本是怕余娘母亲杀红了眼，顺手把你们也一并除掉。嘻嘻，被你发现了。下次不许拆穿我了，太羞人了。好残忍的力道，不过我还挺喜欢你这般干脆的样子。这下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反倒让人有点期待。余娘的魂魄确实异常，想要查清真相，唯有入梦，亲自问她本人。又是我。宗门里但凡这种棘手费力的差事，众人第一个想到的，永远只有我林怒。不对劲，这梦好像比上一回更模糊了。大师兄说过余良的魂在善，他的魂善一分撑起的梦境就他一分。我得抓紧，趁梦境没彻底消散，在他彻底神志不清前见到他。哟，余娘啊，要吃不吃鱼，我下河给你捞2条。来就来，还特意动手，怪客气的。你这人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哟，气性这么大呢？你这个态度，我倒是不想说了。要不你猜猜？大师兄说他神志时清时混，普通问话套不出真相，我只能刻意激他，让他现出真身，露出破绽，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余良。别晃了，看着就烦。我阿良找到了吗？你这话问的，事情交给我，你就放1万个心。根本没找到。哎，你看你又急躁，都不听人把话说完。说，是不是有我娘的消息了？有个屁消息，白白浪费2天时间。那你去死！哎呀，怎么年轻人如此不淡定？你去死！淡定淡定，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哎呀，我鞋带开了，先系个鞋带。好险好险，差点破相。余良，你娘不是就在你的坟里吗？失策了吧，老妹儿，我这极品金血骨可不是摆设。你这极品金血骨怎么能带进梦里？这是我构作的梦境。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原本不是靠金血骨硬抗他的攻击，只是笃定梦里受伤不会影响现实，没想到意外触发了金血骨的克制效果。你说的坟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找到你娘了，但是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人吞噬了你娘的魂魄。村长虽然请高人启动阵法，镇压了你娘的魂魄，但是我们在牵引你娘遗体的时候，发现你娘的魂魄被东西吞噬了。村长媳妇疯了，有东西吃了你娘的魂魄后，替你娘向村长媳妇报仇。村长媳妇是不是对你娘曾经做过什么？娘，是鬼！好家伙，这只鬼竟有这般钢铁般的执念与意志。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儿，若是用来修炼，他早就得道成仙了。女儿刚才是要做什么？女儿好像忘了。又来了，他一发狠，记忆就散一层，他连自己方才要做什么都记不住。余娘，你告诉我，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女儿想阿娘，女儿想让阿娘亲手再给女儿扎一回头发。一个厉鬼满身怨气，一双利爪能撕碎活人，可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杀戮，只是想让阿娘再给他扎一次头发。这根本不是恶鬼，只是一个被困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头发完了，金血骨能护住我浑身筋骨，唯独护不住头皮，这下要当场变成秃子了。放开！怎么回事？明明梦里差点被扯的是头皮，怎么脸火辣辣的疼？梦里明明是鬼要揪我头发，醒来头皮一根没撂，反倒结结实实挨了三师兄一个大嘴巴子。
好端端的扇他干什么？不怪我，是黎密让我扇的。我什么时候说了？分明是唐谷说的。你血口喷人，我连一个字都没说。林诺，你别听他的，他骗你的。当真？当真，我发誓，此事绝对当真。庶子敢矮，扇了我巴掌，还敢装无辜？没有，绝对是栽赃，你信我？信你？我都看见了，你还想狡辩？林诺，你这半边脸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这一巴掌下手是没留情。你还有脸邀功？别动，我给你敷上，这是消肿的。这是什么？我拿错了，这是催肿的，是我以前在毒坊专门用来讹人的。这座宗门连一片树叶都不肯放过我，罢了。我林怒这张脸，在克田宗从来就没被当成过脸。我想明白了，余娘的魂魄之所以不对劲，是因为她的魂不是自由的，被一只名为食鬼鬼的妖物吞了。食鬼鬼？那是什么东西？一种专门靠吞噬怨魂为生的妖物。它吞了余娘的魂魄，却没能和余娘缔结完整的怨气，所以余女的魂被半困在她体内，神智才会时轻时作，日渐涣散。原来如此，难怪余娘这么不对劲。寻常鬼魂再厉害，也无法同时入梦百人。再弱小的鬼魂，也不会只依托梦境报复。人死后7天鬼力最强，他本该比时报复，却偏偏等到记忆模糊，才化作厉鬼在梦中寻人复仇，本就不合常理。最关键的是，余娘的母亲魂魄现世后，从未主动寻找吕儿。她生前极为疼爱余娘，绝不可能置之不理。唯一的可能就是她找不到吕儿，所以她才转而报复村民。而且余娘曾许诺，我若帮她寻回母亲，便赠我一颗追火赤珠。可寻常凡人根本无缘得到这般宝物。食鬼鬼吞魂自有规则，他吞噬了他人魂魄，便要承接魂魄的执念与怨念，替其完成生前的心愿，死后的愿续。方才种种，便是怨气初步达成的征兆。所以，想要救余娘，就得让这只食鬼鬼把他的魂魄吐出来。正是，食鬼鬼藏匿在自身的梦域深处，需要有人进入梦域，亲手将他揪出来。大师兄，我们3根本对付不了食鬼鬼。对呀，这里只有大师兄修为最高，自然是您去抗衡食鬼鬼。大师兄，你不会以为我们是想公报私仇吧？你心思真脏，我们才不是这种没道德的人。既然如此，我有个主意，我们大家一起去吧。我赞同。哎呦，这位大爷，您面相绝佳，一看就是有福有德的大贵人，小的给您请安。你又算什么东西，也配站在大爷身边？凭什么？我们都是来抓你的。你对大师兄百般讨好，对我却喊打喊杀，未免太偏心了。有奶就是娘，不是，是他人厉害。不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打不过，只能服软。你这是歧视！我2师兄、3师兄也很厉害。对啊，凭什么？我也能把你打趴下。连吞魂为生的妖物都这么会看人下菜食，我林怒这张脸到底是有多不值钱？说，余娘的魂是不是在你肚子里？不知道，俺什么都不知道。俺说是余娘的魂是俺吞的，可这不怪俺啊！俺本就靠吞怨魂活命，他一身怨气又浓又纯，俺实在没忍住。那你为何没有彻底吞噬他的魂魄？魂魄要被彻底吞噬，心底必须装满恨意。可他到死，心里念的都是自己的良亲，所以他始终无法吞噬他的魂魄。这个姑娘至始都未曾心生怨恨，到最后念着的依旧是自己的母亲。大师兄，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修为这么高，您那一个3天2头追着您喊打喊杀的兄长百里营，您怎么就不一巴掌把他拍死了事？他是金丹1阶，我是2阶，
我自然是能打过的。哦，每一回我一动手，他就去告状，说要把我从百里家的族谱里除名。玩呢？他妈的修真界还搞族谱这一套？都来修仙了，还在乎族谱里有没有他名字？等飞升了，族谱里他得排在他族师爷前面。你，他追杀我，我也无话可说。一个喊打喊杀，要把对方除名；一个明明能赢，却从不还手，宁可挨打。我懂了，这俩人之间必定有一段血海深仇，多半是为了争家产，要么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百里营身为男主，身世必然要凄惨一点的。他很可能是庶出的孩子，从小不被重视，父亲不爱，兄弟不睦，下人见风使舵，在被欺凌中长大。百里营以为自己只要隐忍着，就能保护好自己的母亲，但唯一的母亲却被身为嫡子的百里无华的母亲谋害。百里营将失去母亲的痛苦掩藏在心内，暗自发誓，总有一天要血债血还。所以，到底是因为什么？怎么感觉百里无华这样子有些心虚的成分？怎么可能？百里无华看起来如此的冷酷，像一把没有感情的刀，怎么可能会心虚呢？错觉，一定是错觉。其实，我与他之间的仇怨，并没有大到关乎大义和亲缘，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百里营太计较，故我们之间的小打小闹，才滚成了如今偌大的雪球。说来听听。我与他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亲兄弟，一母同胞的亲生兄弟，这仇得结得多深啊！我们大师兄这清冷孤高的一生，怕是从小到大写满了凄风苦雨、骨肉相残，可怜呐！我得好好问问，这里头是什么血泪故事。我3岁那一年，兄长出宫未带旨，叫我去拿。我给他带了一把菜刀，叫他先凑合着用。啊？那一把菜刀是单防顺的，刚切了辣子、大蒜。没想到，他迫于生活真的用了。3岁，一个3岁的奶娃娃，能想出这种主意，凑合着用。他居然用了“凑合着用”这4个字。此后，我们3年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后来我6岁的时候，兄长终于决定放下过去，再次接纳我。他带我出去钓鱼，打算修缮我们的关系。钓到一半，我同他说前面有一个网兜子里有大货，他便跳了下去。他不会水，我其实也没看到大货，那是一个屎人。他在水里挣扎的时候，被那裹着屎人的网兜给兜了进去，同那一具屎人牢牢兜在了一起。恰好阿爹阿娘喊我去吃饭，我忘了救他，便跟着阿爹阿娘回去吃饭了。百里营跟那一具屎人在网兜子里被泡了1天1夜，被救起的时候一魂都跑了，被一修士引回来，才救回一条命。6岁，8岁，我缠着兄长出去玩，我亲手把百里营送到了人牙子手里，换回了50两银子，给了我阿娘。我跟阿娘说，这50两银子是从百里营那儿拿的。爹娘为了避免养成孩子过分奢靡的习惯，从不会给孩子过多的银钱。他们一惊，翻了翻装银子的箱子，果然发现少了50两银子。百里营死里逃生，从坏人手里逃出来，便被阿爹吊在房梁上，打了3天3夜。10岁，我给百里营送馒头，馒头馊味太重，百里营不吃，我给他烤熟了，叫他吃。祠堂着火了，烧了族谱。巧了，刚好是写了百里营名字的那一角没了。刚刚好那一角巧。一个3岁送菜刀的人说出来的刚刚好能有多巧？我想了想，觉得毕竟是自己的错，怎能害得自己兄长在族谱上里没了名字呢？于是
我划掉了我阿爷的名字，贴上了百里营3个字。百里营在祠堂里被吊了5天5夜。大师兄，你那个哥后来怎么样了？他命大，我那些安排，每一回他都没死成。11岁，第一大宗无缘宗下来寻找有天资之人，百里营天资极强，他是当年那一届第一个被选中的。我为了弥补自己如此多年来对百里营无意中的伤害，毅然决然，在百里营要测试灵根时，带着几个怀了身孕的姑娘来寻他。那几个姑娘一见他，就对着各大长老下跪，说要带着腹中的孩子在山下等他。我很是满意这几个姑娘，懂事。如此一来，无缘宗必然会念着百里营魅力大，教他双修术法，那不就能多一门技术了吗？无缘宗来接人的几位长老当即就黑了脸。那一年，百里营差点没能进无缘宗，好在他命大，还是进。只是临走前，百里营用极其慈爱不舍的眼神看着我，他叫我等着，回来给我好果子吃。我念了如此多年的好果子，原是如此的果子。我做的这些事，到底是不是缺德？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过。我终于彻彻底底看清了，这一位面瘫、清冷、终日抱着剑、人淡如菊的大师兄，他那一身3尺厚的冰块外壳底下藏着的是一个把亲哥坑到要跨宗门、跨年龄、跨越大半个人生，也要回来追杀他的绝世孙弟弟。大师兄，您从前是那样的性子，怎么现在变成如此薄情冷淡的模样？我自小就是这副模样，只是后来沉默寡言了许多罢了。所以，您自小就是用这样一副使人脸，干着那些使不要脸的缺德事儿。缺德吗？未曾有人说过。人家好渴了。大师兄，我懂了，原来你也是我们的同类啊！我一直以为全宗门就我们4个有病，原来大师兄您病得比我们还重，我们得喊您一声前辈。从今往后，大师兄就是我们5个里头最靠得住的一个。从前是我太狭隘了，认为大师兄您古板无趣，我向您道歉。你们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没什么，只是觉得看您越发亲切了。大师兄，从前觉得您同我们总隔着一道红疙，如今却不这么认为了。行啊，你们被他骗了，他亲口承认陷害亲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走，休要信口雌黄，想要狡辩。我大师兄光风霁月，为人正直，你想挑唆我大师兄与百里营之间的关系，是何居心？哼，邪祟就是邪祟，如此心深沉，竟是我小瞧了你。说，谁派你来诋毁我善良大师兄的名声？是不是百里营？哼，我就知道他真是个卑鄙小人，同我大师兄简直无法比。我鄙视他。不是啊，他百里无华，他菜刀渔网。大师兄，您是没听见，他刚才背着您冲您翻白眼，又是说您是个撒子，说的那叫一个难听。我一个外人都替您听不下去了。大师兄，揍他！他不服，揍到他服，揍到他把余娘的魂魄吐出来。大师兄耳根子软，好骗，这一点跟我们确实是一家人。这一家子，谁也别嫌弃谁。大爷，各位大爷，俺把余娘的魂吐出来还不行吗？大师兄，他嘴巴一直在动，他是不是在咀嚼余娘的魂啊？大师兄，他朝您翻白眼，他不服你。大师兄，我听见他说您撒掉，我听得很清楚，他说的可脏了。吐出来！早就说了想吐了，是你们这群撒子不听。光吐魂不行，你欠余娘的得一笔一笔算清。俺还欠他什么？你吞他魂的时候，
顺手把他记忆里他娘的那一张脸也一起吞了。你把他对他娘的念想一口一口当下酒菜，整整吃了这么多年。俺把吞进去的一丝不少的都还给他。玉娘，你娘的下落我们找到了。我娘，她现在在哪儿？她过得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这哭声，这一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认得，因为当年就是他们亲手一锄头一锄头地逼出了这一道哭声。如今，这哭声要回来了。当年在这座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畜生！那一群畜生！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畜生！余娘她爹同大多数男人一样，将生儿子当作人生大事，但很不幸，他无法得偿所愿。他怪天怪地，怪我肚子不争气，怪余娘一个丫头挡了他儿子来他家的路。村里那些生了儿子的男人亦是时不时火上浇油。他爹本就憋屈，便只能回家拿妻女发泄怒火。母女俩挨打是常有的事，我每挨打，都紧紧将自己的女儿护在怀里，不叫那个畜生碰到我的心头宝。日子很长，余娘在我熬啊里长大了。那些个不怀好意的人又出了一个馊主意，打算把余娘卖掉，就有钱买新婆了。他爹一听有道理，于是收了10两银子，将我的女儿卖给了村委那个瞎眼跛腿。50岁的张挠头，那年余娘才13。一个亲爹为了再娶，把女儿卖给了一个又恼又胀又病的饶头。这一次我没有忍，若是护不住女儿，我还不如死。我做娘的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我带着她躲了起来。那几年是我们娘儿俩这一辈子最好的日子，山里没人认得我们，我替人浆洗，她上山采药，一天到晚挣不了几个铜板。可我们娘儿俩夜里挤一个被窝，阿娘会给女儿扎头发，用一根红头绳。原来一对母女想要的从来不多，一个被窝，一根红头绳，一段没人来打扰的日子。可就连这一点点，阿良村都容不下。后来余娘她无意之间发现了这一座村子的秘密，村里人总得意地说，你看咱们阿良村的鱼养得最肥。可那一河的鱼为什么肥？是因为村里那些凭空失踪了的女人。失踪的女人，被卖的孩儿，这一座村子表面安安静静，水底下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窟窿。我那女儿她心善，她知道了以后没有躲，她偷偷的一个一个的就下了好多本来要被害的旅人。可是她被人揭发了，而这个人就是村长媳妇，她却因为揭发有功活了下来。他们骗我说有人来找我，非常开心，以为我的阿爹阿娘我们会终于寻到了自己。我匆匆同余娘交代了几句，便走了。我走了没一个时辰，余娘就被村长带头，被村里所有人围着打了个半死。那一夜，全村的人都动了手。一个善良到肯舍了自己的命去救别人的姑娘，最后被他拼了命想要守护的那一座村子亲手毁掉了。阿娘，您别哭，女儿不怪自己，女儿做的那些事没有错。女儿只怪这个吃人的村子。女儿弥留在这个世界太久，又被食鬼鬼吞掉消化了太多的阴气，女儿早就快散了。女儿，你想杀了他们呀？我们不能帮你杀了他们。修仙者若是杀凡人，我们会被反噬的。没关系，我见到了阿娘，你们是好人，不能连累你们。余娘她太善良了，善良到她死后的满腔怨气都凑不出一桩报仇的力气。
只能夜夜站在那一座桥上哭。可这一笔账，今夜该我们替他清了。正道者总是说，为了护住世人而修炼，可当作恶世人，害了世人呢？见死不救，亦或是虚伪的跟那一群人说，放下仇怨才是善良？难道100条恶人的命，难道就抵不过一个好人的命吗？修仙者到底修的是什么？维护世人，护的世人，难道就只看命不看心吗？我们也是听村长的呀，我们也没办法，不关我们的事儿啊，不关我们的事儿啊！不是的，恶就杀，善就护，修仙修心，我心我道，我道便是以杀护我的道。我不能亲手杀了那一群畜生，可是我能帮你，让你亲手杀了那一群畜生。如何帮？我不想你们被反噬。我可以助你们活气，以我自身1年的修为，换你们3个时辰。在这3个时辰里，你们的怨气阴气能达到巅峰。这一笔账，你们自己亲手来清。哎，大师兄，您做好事装逼，又不带我，好阴啊您大师兄，差点又被您一个人装到了。就是大师兄，下次您再这样，人家双修的时候就想象对方是您的脸喽。哎呀，大师兄，您这一个孤独的圣人姿态，可不能让我错过了。有病吧？我哪里来的修为？我内丹都是刚修好的，肉扒皮都没你们能扒呀！队形被破坏了，白燃了，被背叛了。呵呵，你看，娘的这一双手还是这么笨。阿娘不笨，阿娘扎的最好看。这一对母女就要永远散了。可他们没有先去报仇，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扎一次头发，把那一次被阿良村硬生生掐断的没扎完的头发，今夜扎完。饶命，先是饶命啊！余娘参讲，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是一时糊涂。你看不起我们旅人，但是你终究要死在我们旅人的手里。一时糊涂，当年我的女儿跪在这一块地上，朝你们一个一个的磕头求饶的时候，你们这几10口子人，可曾有哪怕一个人停过手？命才是香火。阿娘，我们走吧，来世天会是亮的。来世阿娘再给你扎一根红头绳。谢谢，您才是这世间最为干净纯粹的人。但愿真有来世，但愿来世他们娘儿俩头顶上的那一片天真的是亮的。这一回他们是笑着走的。给不给？你们倒是说清楚啊！你们到底要俺给什么呀？俺什么都不知道啊！光打俺也不说，刚准备抽空问你们就拿腰带抽俺的喉咙。你们这群畜生，俺恨你们，俺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对了，林诺，你到底要他给你什么来着？追火赤珠啊，他肯定有啊。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林怒不是撒逼。你先前敢拿他来当跟我条件的诱饵，那他自然就是真有。你有病吧？早说俺能不给，不能边打边问吗？真有病，差点把俺都打兴奋起来了。给你。追火赤珠到手，余娘的案子彻底了结。
这一趟下河被砸，入梦被揪头发，还差点当场变成一个秃头子。但总算没有白来。余娘他们能投胎吗？他们杀了很多活人，算作厉鬼。鬼域约摸不会让他们二人投胎了。余娘扒了他们的舌头，他们无法去告状。他们生前罪孽远超余娘，即便去告了状，他们也该受比余娘他们还要惨痛的惩处。而且，我拿了无缘宗供奉在外的一点香灰撒给他们，便是罪孽也去了无缘宗处。留给他们二人的是我无缘宗在人界积攒多年的福德。大师兄，留笔！大师兄真是仙风道骨，慈悲为怀。大师兄真是性感。大师兄，你娶我吧。我说咱们这一趟到底算不算做了一件好事？算。行吧，这是我林怒头一回跟这一帮赖子一起做了一件不亏心的事儿。你们叫你们下来收邪祟，你们把整个村子都血洗了，你们就这么回去，你们师尊会打死你们的吧？你不会以为咱们师尊是什么很有道德感的人吧？他都走火入魔，修体半邪半正了，你还指望他跟那一群虚伪的牢头一样，满口仁义道德吗？咱们师尊就是这么一个没道德、没人性的男女人。哦，是这样的吗？那你们辛苦完成任务回去没带回完成任务该有的零食，你们师尊也不会打你们吗？不是的，我们会被吊起来打上3天3夜，而且谁笑出来就会被师尊套上锁甲、卸衣卸裤，吊到合欢宗门口3天3夜。但如果笑出来的是我，就会被塞清心丸，在满是合欢图的屋子里待上5天5夜。因材施教啊！你们师尊应该被送去高山当班主任，保准全班集体保送清白。师尊，您是不知道啊，林怒他私自拿宗门的灵石，去跟一只邪祟换了一颗追火赤珠。他还威胁我们，说我们谁敢回宗门告状，他就把谁脱光了到吊在合幻州门口。对，他还说要把我们做成标本，摆在他屋里。人性就是如此，林怒，你本该早就明白。我林怒在余娘案里下河被砸，入梦挨揍，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结果回到宗门第一件事是被我自己人当着师尊的面原地给卖了。你们不是说你们师尊是世禽兽吗？你们不是说师尊最喜欢我这种帅气小哥吗？只要我送上门，他就会放过我吗？师尊，您不能打他。虽然他在山下时说师尊是个闷骚男，虽然他说想把师尊卖到合欢宗，但他是个好男孩。你们是怕我不能死得彻底吗？好狗的4个人！师尊，您不能杀他，他还没有正式拜入门下，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犯险的义务。师尊，您可以将他收了做弟子。如此，他作为您的弟子，您想如何惩处都可以。原来这一帮人打的是这个主意啊！前一秒把我往死里卖，后一秒又齐了心把我往上捧。这一帮人，我活了整整2辈子，还是一刻也猜不透他们。可不知怎么被他们这么一卖一捧，我竟觉得自己好像真有了一个家。你那一颗被高温逼出来的灵气团，还算不得一颗真内丹。这一趟阿良村，你也没立下什么实打实的功劳。我克天宗不收废物，下山去吧。赤珠是宗门的，连那一颗我在余娘案里9死1生换回来的，师弟也被一棒收走了。一股来自一个废物的熊熊怒火，此刻我的胸口烧着5掌6腑都疼。行，
下山，我林怒把今天记住了。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让这一座进不去的宗门，所有看清过我的人高攀不起。操！无缘宗到底是在哪儿一个方向？我不知道方向怎么走啊！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这位小道友可是迷路了？你最好有事，不然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来自废物的怒火。听你的意思，是打算去天元宗啊？喏，就是那条路。道友，一直往前走30公里，便是无缘宗了。道友，你真是好人！愿你10年抱80难胎，太太是好宝宝。当我仨呢？原本空旷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人，还那样好心给我指路，8成是有阴谋。我林怒岂是那样愚蠢之辈，低估我辈智商了？天元无极宗，那个路人果然是骗我的，叫我再次遇见，非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下场2字。老人家，您来此处是作甚？不错不错，老汉只想一刻胜了就不做了。啊？他什么意思？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耳朵也不好？哎，没听清你在说什么。您这一双腿怎么了？您若是身体有疾，尽量还是少走动。有病吧你们这些天元宗的人！老汉腿都没了，你们还叫老汉少走动？老汉走得了吗？你们小辈子是不是在欺辱老汉是残的？还怎么知道你们是无缘宗的？那么大的牌匾挂那儿，老汉是残人，又不是盲人，有病！那啥，老人家您看您，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怎么还较真儿了呢？您去哪儿啊？我送送您。去克天宗。既然躲不掉，那就别白来。我得从这2个无缘宗的嘴里掏点东西出来。您去克天宗做什么？老汉都一大把年纪了，你在编排谁呢？谁去看腿了？云丫的腿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作为一个正直门徒的尊严！那克天宗的人丧尽天良啊！他们带着邪祟，把我婆娘娘家的那一个村子，整整一个村几10口活生生的人血洗了。我婆娘已经气得3天不让我上炕了，月子都做不好了。这不是重点吧？我上门去理论，这一条腿就是被他们生生给打断的呀，仙师，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阿良村的事原来是真的，那阿良村无一人活下来。原本听说克天中百里无华去过，还不信他们这般惨无人道。此事不小，百里无华可是大师兄的亲弟弟，这事得立刻禀报大师兄。还有，我听说克天中最近新得了一颗追火赤珠，正好借这一个由头，想个法子把它拿回来。还得去一趟青池中。我媳妇儿说，克天中那几个杂碎走了，那青池中的人便跟着走了。他们肯定知道了些内情。还听见他们说什么拿了火珠？哼，鬼知道什么珠，肯定是偷去过连。追火赤珠在青池中手里，必须要抢回来。走，去找大师兄。成了我嘴边的一个笑话。一颗挑动中门内斗的种子，就这么轻轻松松种下去了。等天元中响，看我怎么找青池中、克天中的麻烦。两边狗要狗，我自坐收渔利。青池中是真好用啊！第一次遇见唐古他们用的也是青池中的名号，下次还用他们。
演技在线，情报到手，全身而退。我林怒今天这一趟办得漂亮。现在只要别在这个地方再撞上什么熟面孔。朱安儿，我的杀身仇人，当年掰开我的嘴，给我灌下符丹水，然后眼睁睁看着我咽气的人，可在这满中门人的眼里，他是无缘宗最干净、最体面、最完美的那一个天才。这世道可真是瞎了眼。这股气息怎么会这么熟悉？师兄，怎么了？不对，他应该已经死了。怎会在此地闻到他的气息？好了，别废话了，跟上！他认得出我。